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文史大观园，我是雪莉。在当今的社会啊，一个人到了56岁的时候，通常都在考虑要退休安度晚年了。但是2500年前的大圣人孔子，他在56岁的时候却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他经历的重重艰险呀，不亚于唐僧西天取经。那他最后成功了吗？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。之前我们讲过，公元前496年，因为齐国的离间，56岁的孔子带着自己一些亲近的弟子，乘着马车缓缓经过鲁城高大的城门，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自己的父母之邦，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周游列国之行，继续寻求践行他的理想。孔子选择的第一站就是魏国，这不仅是因为魏国和鲁国相邻，还因为这里是周文王嫡子的封地。孔子期待周礼能在这样的土地上重新焕发生机。魏国的国君卫灵公对孔子十分礼遇，按照在鲁国的俸禄给他同样的待遇。孔子本来以为很快就会被委以官职了，没想到卫灵公的宠臣糜子瑕在卫灵公的耳边说，孔丘博学，又有一群弟子，是贤才能将，主公如果对他委以重任，就好似猛虎添翼，蛟龙入海呀！魏国的江山岂不是拱手让给他人了吗？卫灵公听了觉得有道理，就派人客客气气地监视起孔子的日常生活来了。孔子住了10个月，察觉到有人监视他们，就离开了魏国国都，打算到陈国去。可是经过匡城的时候，却发生了一件麻烦事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鲁国季孙氏的家臣杨虎曾经攻占过匡城，对匡人十分的残暴。而孔子的学生颜高是鲁国著名的勇士，那个时候他随着杨虎来过匡城打仗，还立了点战功。这回他就地重游，一边驾车一边眉飞色舞地炫耀起来了。当年我随杨虎就是从那个缺口攻入这座城的。匡人对杨虎是恨之入骨啊，听到颜高的话，又看到孔子的相貌和杨虎很像，就以为是杨虎来了，立即就把孔子一行包围起来，任凭怎么解释也不相信，气势汹汹的不让脱身，一副要生吞活剥的样子。孔子一行好不容易退进了一处没人的院落，这个时候匡城的士兵也到了外面，子路操起大戟就要跟匡人拼命。这个时候孔子是怎么做的呢？这圣人就是圣人呐，虽然处境危险，却能处变不惊。大家应该知道孔子酷爱音乐吧？孔子曾经因为听了一首大韶而觉得回味无穷，3个月都尝不出肉的味道了。孔子一看这么多人围着他，嗨，干脆开音乐会吧。他对子路说，来，你唱歌，我弹琴。孔子的琴艺可不是一般的高啊。匡人一听，这高雅的音乐，这平和的态度，跟杨虎有本质的区别啊。杨虎怎么能有这样的修养呢？听着听着也就明白过来了。匡人因此就解除了包围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子路不禁对孔子感到由衷的敬佩，问，老师，这么危险，您都不害怕吗？孔子这个时候发表了一段影响深远的演说。自从周文王死后，周朝的礼乐文化道统不就在我这里吗？如果上天打算灭绝这个文化，就不会让我掌握它。如果上天不想毁灭这文化，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看看孔子的这份从容自信，这份深沉的文化承担意识，这对后来一代代的华夏文人都是一种莫大的启迪和激励。虽然确定了孔子不是杨虎，但是匡人也不让孔子一行通过，
因为他们不喜欢鲁国人。于是孔子又返回了魏国国都楚丘，寄居在大夫屈伯玉家。屈伯玉是一位很有学问、品德高尚的长者，也是孔子的挚友。孔子经常住在屈伯玉家，两个人是无话不谈。卫灵公最宠爱的夫人南子长得是花容月貌，但是名声不好。孔子名声在外，南子很想见他，孔子谢绝了。但是架不住卫灵公不断的要求，只好去了。孔子隔着一层细葛帷幕向南子施礼，只听到他佩戴的环佩珠翠叮当作响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上了年纪的大儒，一个是水性杨花的年轻贵妇，这共同的话题实在是不多，史书里面也没有记载他们说了些什么。南子见了孔子以后还不满足，还想要公开的炫耀来抬高自己的身价。1个月后的一天，卫灵公和南子同乘一辆车出宫游览，让孔子乘第2辆车，车队浩浩荡荡地招摇过市。孔子觉得受到了侮辱，感叹道：我还从来没有遇见过好德胜过好色的人呐。孔子因此就离开了魏国。孔子一行又到了宋国，宋国的重臣桓颓生怕孔子得到宋景公的重用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，恨不得杀了孔子，但是又不能杀，他就想了一个损招。有一天，孔子在住处前的树下讲学，并和弟子演习礼仪，忽然就来了一队士兵。孔子在前面讲，这些人就在后面连砍带拽的拔树。大家一看这个架势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弟子们催着老师快走。孔子说：上天既然把传播道德的使命赋予我，桓颓又能把我怎么样？话虽然这么说，宋国肯定是待不下去了。孔子又到了陈国，虽然陈闵公多次和孔子交谈，但是内容大多是周朝初期的奇闻异事，和朝政无关。孔子就离开，又返回了魏国。卫灵公倒是很高兴，亲自到郊外迎接他。不过卫灵公已经老了，懒得处理政务，所以还是没有任用孔子。孔子长叹一声说：如果有人启用我，只需要1年的时间就会有效果，3年就会大见成效啊。无奈孔子只好又离开了。孔子打算西行去晋国见执掌大权的赵简子。到了黄河边，听到窦明独、舜华被杀的消息，面对黄河感慨道：壮美的黄河浩浩荡荡，我不能渡过也是命吧。子贡赶上前去问：这话什么意思呀？孔子说：这2个人呐，都是晋国有才德的大夫，当赵简子还没有得志的时候，是依靠这2个人才得以从政的。等到赵简子得志了，却杀了他们。鸟兽对于不义的行为尚且知道避开，何况是我孔丘呢？于是便回到老家邹乡休息，创作了琴曲《邹操》来哀悼晋国被杀害的2个人。鲁哀公3年的秋天，当时孔子已经60岁了，还在周游列国的途中。鲁国的季桓子那个时候已经病入膏肓。一天，他乘着辇车望见鲁城，感慨长叹说：从前这个国家几乎兴旺了，因为我得罪了孔子，所以没有兴旺起来。回头又对他的儿子季康子说：我要是死了，你会接掌我的位置，辅佐国君，到时候一定要召回孔子啊。几天以后，季桓子死了，季康子继承职位，想召回孔子。大夫公之于说：从前鲁定公曾经任用过他，但是没能善始善终，被诸侯们耻笑。现在你再任用他，如果也不能善始善终，会再次招来诸侯的耻笑。季康子说：那招谁才好呢？公之于说：一定要招冉有。于是就派人召回了冉有。
冉有准备起身的时候，孔子说：“这次鲁国招冉有回去，应该会重用他。”子贡知道孔子思念家乡，在送冉有的时候叮嘱他说：“你要是被重用了，要想着把老师请回去。”后来孔子又到蔡国住了3年，当时吴国攻打陈国，楚国出兵救援陈国。楚国国君楚昭王听说孔子在陈蔡2国之间，就派人来聘请他。孔子前脚出发，陈蔡2国的大夫后脚就担心起来了，说孔子如果被楚国聘用了，那我们陈国蔡国就危险了。于是就派人把孔子一行人围困在野外了。孔子等人断粮足足7天，许多弟子都饿得站不起来了。但是孔子仍然在继续讲学、弹琴唱歌。遇到这样的困境，子路困惑了，气呼呼地问孔子：“君子也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吗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君子在困窘的时候也坚守节操而不动摇，小人就会歇斯底里、胡作非为啦。”孔子问子路：“诗经上说不是犀牛，也不是老虎，却徘徊在旷野之中。我如今就像这般的落魄啊，难道是我们的学说不对吗？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？”子路回答说：“大概是我们的仁德或者智谋不够吧。”孔子说：“哪有这种事？假如仁德必能使人信任，哪里会有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？假如智谋能畅行无阻的话，哪里会有比干被剖心呢？”子路退出，子贡进来，孔子又问了同样的问题。子贡回答说：“老师的道博大到极点，天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容纳，老师为什么不稍微降低一点要求呢？”孔子叹息说：“子贡啊，好农夫虽然善于耕种，却不一定有好收成；能工巧匠虽然手艺精巧，但是作品未必能为人所需。现在你不想着如何修养道德，却想降格取容。子贡啊，你的志向太不远大了。”子贡出去以后，颜回进来，他说：“老师的道博大到极点，天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容纳。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我们的修养不好，那是我们的问题；如果我们修养好了却不被重用，那是当权者的问题。不被天下接受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才能显出我们的君子本色呀。”孔子听了，欣慰地说：“的确如此，颜回啊，如果你做了富翁，我愿意为你做管家。”孔子弟子3000，深通6艺的有72个，可是信念纯正坚定的就只有颜回。可见呐，在人间传播大道是多么不容易啊！虽然子贡的回答没让孔子满意，但是他的办事能力却让孔子很满意。子贡用自己贩卖的货物，又想了办法去换了一些粮食回来，又到楚国把楚昭王的军队给找来了，这才解除了这场灾祸。楚昭王和孔子见面，一番交谈以后，对他非常的钦佩，想封给他700里的土地。楚国令尹子西不同意，他说：“大王的外交使臣有像子贡这样的吗？”楚昭王说：“没有。”大王的辅佐大臣有像颜回这样的吗？没有。大王的将帅有像子路这样的吗？没有。大王的各位部长有像宰予这样的吗？没有。子西说：“我们楚国祖先在周受封的时候，封地只有50里，周武王从只有100里的封地，最终统一了天下。如果孔丘拥有了700里的封地，他又有贤能的弟子辅佐，这可不是我们楚国的福气呀。”楚昭王觉得子西的话有道理，就打消了封地的想法。这年秋天，楚昭王在城父去世，孔子就离开了楚国，又去了魏国。这一年，孔子已经63岁了。又过了5年，也就是公元前的484年，
孔子的弟子冉有率领鲁国军队同入侵鲁国的齐军交战，取得了胜利。季康子大喜过望，问冉有：“您的军事本领是学来的呢，还是天生的？”冉有说：“是学来的。”季康子好奇地问：“你不是跟着孔子学礼乐吗？怎么会打仗呢？”冉有说：“孔子的学问无所不包，文武都精通，我也只是从他那里学到了一点点而已。”季康子听了非常高兴，冉有趁机向季康子进谏，说：“请您用厚礼把他请回来吧。”于是季康子就把冉有的建议禀告了当时的国君鲁哀公。鲁哀公听从了这个建议，派人带着厚礼迎接孔子回到了鲁国。颠沛流离了13年，68岁的孔子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，但是对他只是敬而不用。孔子也不再谋求官职了，开始专注于教育和古籍整理。孔子周游列国，虽然一无所获，却让我们看到了至圣先贤亲力亲为、践行大道的笃诚，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笃志，和发愤忘食、乐以忘忧、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生态度，还有他那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坚定豪情。孔子的思想流传了2000多年，如今依然是人们可贵的精神食粮。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了，欢迎您在节目下方留言。您的订阅、点赞和分享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我是雪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